我们现在在离地球表面100千米的高空，也就是卡门线上。今天呢，我将开着这艘太空飞船，带着大家离开地球，开启一场史诗级的旅行，去探索宇宙的尽头，看看宇宙到底有多大。出发之前，我们先给飞船开启导航。你也许现在还看不懂这条导航路线，不过没关系，等你看完这个视频，你回头再来看这个地图，你会豁然开朗。我们首先需要把飞船加速到第一宇宙速度，也就是每秒7.9公里，然后呢离开地球大气层，来到真正的太空。现在呢，我们正在沿着一条完美的弧线进入近地轨道，环绕着我们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你可能会好奇啊，为什么我们的飞船不能直接垂直地面前往太空呢？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的飞船会被地球的引力直接拖拽，最终可能还会掉回地球。那么只有像现在这样将能量转化为巨大的水平速度，才能够稳定的进入第一地球轨道。接下来呢，我们将进行第二次加速，让我们的速度突破每秒11.2公里，也就是第二宇宙速度的时候，我们将彻底摆脱地球引力的束缚，真正踏上前往宇宙深空的征途。我们第一站是月球。月球和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呢是38.4万公里。这个距离有多远呢？以曾经的阿波罗10号为例，它抵达月球的平均速度是5300公里每小时。以这个速度，我们也需要3天才能够抵达，好像并不是很远，是吧？不过要登陆月球，我们并不能直溜溜的冲过去，这样很明显会击毁人亡。实际上，我们需要减速并转向，让月球的引力捕获我们，然后进入第一月球轨道，最后再减速才能够登陆月球。在月球上，当你真正回望地球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蓝色的星球就好像悬浮在无边的黑暗和虚空中，如同一颗脆弱的蓝宝石。这个景象让我们的存在变得谦卑，我甚至都不敢直视。地球和月球一起构成了地月系，这也是我们人类文明的摇篮。现在让我们告别这个熟悉的港湾，来到更广阔的太阳系。太阳作为太阳系的中心，不要觉得只有我们常说的8大行星围绕其旋转，事实上在其周围还环绕着数以百计的小天体和彗星。同时这里还要给大家澄清一个误区，就是太阳的大小远比地球大。太阳的直径约为地球的109倍，按照体积公式计算，一个太阳能装下近100万个地球。这是一张真实的太阳系比例图，你能感受到我们的地球有多渺小吗？太阳距离我们地球约 1.5亿公里，这个距离被定义为一个天文单位。太阳光以惊人的30万公里每秒的速度从太阳出发，也需要8分20秒才能抵达地球。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太阳永远是8分钟前的样子。如果在这一刻太阳突然爆炸了，远在地球的我们也需要8分钟之后才能知道。太阳系最遥远的行星是海王星，它距离太阳约45亿公里，太阳光走完这段路程也需要4个多小时。而整个太阳系的理论边界是奥尔特云，它可能延伸到距离太阳1光年以外的地方。请注意，光年是光一年所走过的距离，是距离的单位，并不是时间单位哦。它大约等于 9.46万亿公里。那么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出太阳系有多大了吗？说到飞出太阳系就不得不提人类的先行者旅行者1号。它在1977年由 NASA 发射，目前已经飞出了太阳风所能影响的范围，也就是日球层。1990年，它在距离地球60亿公里的地方最后一次回望家园，拍摄了一张著名的暗淡蓝点的照片。在那张照片里，我们的地球只是悬浮在太阳光束中的一个微小的像素点，深刻地展示了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类的渺小。接下来呢，为了摆脱太阳那强大无比的引力，我们需要把飞船加速到另外一个极限，也就是第3宇宙速度，每秒16.7公里，然后才能够离开太阳系。离开太阳系，我们首先会看到太阳系的邻居比邻星。比邻星只有3颗行星围绕其旋转，但是在更大范围上，比邻星又和南门 2A 与南门 2B 构成了一个叫做半人马座阿尔法的星系。它是一个三体系统，离我们约 4.2光年。它也正是科幻小说《三体》中三体人所生活的星系。好，我们继续飞行，来到太阳系之上，就是我们更加宏伟的家园——银河系。你可以把银河系想象成一座巨大的城市，它的市中心极其繁忙、拥挤且危险，因为那里盘踞着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人马座 A 星。它是目前人类观测到的离地球最近的黑洞。在2017年，世界望远镜就拍摄了一张人马座 A 星的照片，并于2022年公布于众。大家是不是对它很熟悉呢？
不，它只是可观的宇宙中数百万个超新星团之一。在室女座超新星团之上，就是拉尼亚凯亚超新星团。这个名字在夏威夷中意为无尽的天堂。拉尼亚凯亚超新星团主要包含几个部分，除了我们所在的室女座超新星团，还有长蛇半人马座超新星团、孔雀印第安超新星团以及南超新星团。这里面总共包含了大约10万个星系，横跨 5.2 亿光年，质量约为太阳的10的17双倍。我们的银河系在这个结构中连一个尘埃都算不上。在宇宙这个宏大的舞台上，有2股力量主导这一切。首先是宇宙膨胀所带来的哈勃流，它像一股无形的洪流，推动着所有星系相互远离，试图将万物冲散。就算我们的拉尼亚凯亚超新星团有横跨 5.2 亿光年的庞大尺度，但它的整体密度却不足以抵抗这个洪流，因此从长远看，它最终还是会被宇宙的膨胀所拉伸和撕裂。但是宇宙中还有另外一股力量，就是引力，它能够将物质拉近，形成恒星、星系乃至我们所在的超新星团。而拉尼亚凯亚超新星团就有一个神秘的引力中心，科学家们称之为巨引源。它不是一颗星球，也不是一个黑洞，而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物质密集区。你可以将它想象成一个横跨数亿光年的引力盆地，它锚定了拉尼亚凯亚超新星团这片宇宙区域的运动，吸引着大约几亿光年以外的所有物质都朝其中心移动。我们的银河系也在其中。然而故事并未由此结束，科学家们发现就连巨引源本身连同我们的整个拉尼亚凯亚超新星团都只是一个更大洪流的一部分，因为在更遥远的宇宙深处还存在着一个更庞大的引力结构——夏普利超新星团。夏普利超新星团是已知宇宙中最大最远的星系引力汇聚点，它的质量是巨引源的数倍，是宇宙中一个更为终极的引力中心，巨引源也正在被它吸引。那么这种层层嵌套的引力结构揭示了一个宇宙的终极蓝图——宇宙网，也常被称为宇宙大尺度结构。我们知道宇宙中的物质以恒星、行星、气体、尘埃和暗物质等形式存在，这些物质组成星系，成为宇宙的基本结构单元。星系又聚集在一起形成星系团，若干个星系团又会形成超星系团，它们在引力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纤维网状结构，类似海绵的形态。网状结构的细丝由星系、气体和暗物质等构成，它们纵横交错，延伸数亿光年。在这些细丝的交汇处，物质密度最高，引力将它们拉到一个点上，形成像拉尼亚凯亚和夏普利那样的超新星团节点。而这些由多个超新星团连接而成的更为壮观的纤维状结构称为巨墙，或者叫宇宙长城。它们可以横跨数亿甚至数十亿光年，是宇宙网中最明亮、物质密度最高的部分。宇宙长城也是目前人类已知真实存在的最庞大的宇宙结构，比如五仙北冕座长城，其长度可能超过100亿光年。与宇宙长城相对的是那些几乎没有任何星系、巨大而空旷的区域，我们称之为宇宙空洞。我们所在的拉尼亚凯亚超新星团就位于这样一条宇宙纤维之上，漂浮于周围辽阔的虚空之中。我们既然说宇宙在大尺度上呈现出一种巨大的纤维网状结构，那么这个网格的比喻就揭示了一个关键的事实，那就是虽然几乎所有的星系和物质都集中在这些网的细丝上，但是这些细丝本身只占了宇宙总体积的很小一部分。真正占主导地位的是细丝之间那些巨大空旷的宇宙空洞。根据目前的宇宙学模型，我们现在人类能探测到的物质，比如说行星、恒星以及星际气体，还有我们人类等，所有这些可见的物质都属于重质物质。但是重质物质只占了宇宙智能总量的 5%， 在它之外是占比高达 27% 的暗物质和 68% 的暗能量。宇宙学家们认为，空洞其实就是暗能量和暗物质的盘踞地带，整个宇宙的加速膨胀也是由暗能量促成的。随着宇宙的加速膨胀，宇宙长城也会逐渐断裂开来，那些充当宇宙长城节点的超新星团也会分崩离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巨引源。这个超级引力源虽然一直在吸引着银河系朝其靠近，但是由于暗能量驱动的宇宙加速膨胀，银河系很可能在抵达它之前就被宇宙膨胀所撕裂。那么这张宏伟的宇宙之网究竟有多大？我们能看到它的尽头吗？这就引出了可观的宇宙的概念。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的年龄约为138亿年，因此
我们理论上能观测到的宇宙最远距离，就是光在138亿年里所能传播的距离。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宇宙空间本身是在不断膨胀的，并且由于光速是有限的，任何天体发出的光都需要时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当光真正到达我们这里时，它的起点已经被推到了465亿光年之外，而这个以我们为中心，直径930亿光年的球形空间，就是我们目前所能观测到的宇宙极限。据估计，仅仅在这个范围内，星系的总数就高达惊人的2万亿个。这张图是人类科学家对可观测宇宙的对数尺度构想。以太阳为中心，朝外是太阳系内的行星阿尔特云、南门2、猎户臂、银河系、新宇宙星系、邻近星系、宇宙千分丈结构、宇宙微波辐射以及处在边缘的不可见的大爆炸等离子体。截止2016年8月，人类观测到的最古老、最遥远的天体是来自于一个在大熊座发现的高红云星系 GN-Z11， 它距离地球134亿光年，也就是说，这是它134亿年前的样子。不过，就在上个月2025年8月，一个名为莫姆 Z14 的星系刷新了宇宙中已知距离地球最远的星系。该星系形成的时间大约在宇宙大爆炸之后 2.8 亿年，也就是说，它在距离我们 135.3 亿光年的地方。讲到这里，聪明的你肯定发现个问题，就是随着宇宙的加速膨胀，那些离我们足够遥远的星系正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它们的光将永远无法抵达地球，这也意味着它们也将永远无法被我们观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我们现在能在夜空中看到的星系，它们也将越来越多的渐渐的从我们的视线中永远消失。那么在我们的可观测宇宙之外，究竟还有什么？这至今仍然是宇宙学最大的谜团。不过我们需要明白，可观测宇宙的边界并非一堵真实的墙，而是一个由光速和宇宙年龄所决定的信息边界。基于宇宙学原理，也就是宇宙在大尺度上是均匀的且各项同性的，主流的科学观点认为，世界之外的宇宙和我们这里并无本质区别，那里依然延展着由星系、长城和空洞构成的宇宙网。这意味着我们所能看到的浩瀚宇宙，虽然对我们而言已经是无穷之大，但是极有可能是整个宇宙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整个宇宙的真实大小，我们目前仍然未知。不过科学家们推断出宇宙的最终形态主要有3种可能。第一，闭合的宇宙。想象一个球面，比如说地球表面，我们朝一个方向前进，最终会回到起点。那么你会发现呢，地球是有限但是无界的，而宇宙也可以是这样，虽然大小有限，但没有边界。那如何从理论上去证明它呢？只需要用一个三角形去测量就知道了。如果三角形内角和大于180度，就说明宇宙是封闭的。第二，平坦的宇宙。想象宇宙是一个无限延伸的平面，它无界且无限。在这种模型中平面里的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这个很好理解第三，开放的宇宙。想象一个马鞍面，它可以向所有方向无限延伸，这种宇宙同样是无限且无界的。在这种模型中，其三角形内角和小于180度。这就是理论上宇宙的3种形态。那么有关宇宙形态的详细内容，我会出一些专门的视频进行讲解。在这里有人可能会问，宇宙为什么不是球形呢？那是因为如果宇宙是一个实心球，就必然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几何中心点。如果宇宙大爆炸是从这个中心点开始的，那么生活在宇宙不同位置的观察者看到的景象将会完全不同。例如生活在球体中心附近的星系，他们看到的膨胀是均匀的，而生活在靠近球体表面的星系则会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朝一个方向远离。不过根据我们现在的观测所有的星系都在远离我们，而且距离的越来越远，越来越快。这就表明宇宙的膨胀是从空间的每一个点同时发生的，而不是从某一个特定的中心点向外爆炸的。目前天文学家们利用宇宙中最完美的直线，也就是光线，和宇宙中最古老的背景墙，也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在使用温度涨落的原理作为标准尺，构建了一个矩形的宇宙三角形，用来测量宇宙的形态。根据结果显示我们的宇宙是平坦宇宙的概率极高，其误差不超过 0.4%， 甚至更低。这个时候有人会跳出来问，如果宇宙是平坦的，为什么没有中心呢？确实，我们通常想到平面时会想到一张纸，它是有限的，当然它也有中心。但是宇宙学的平坦宇宙
指的是一种无限的几何状态，在无限的空间中，没有一个点比其他任何点更中心，所有的点的位置都是平等的。这意味着生活在任何一个遥远星上的观察者所看到的景象，与我们人类看到的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呢，也有观点认为，就是我们的可观的宇宙是有限的，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由于我们的探索距离太短，以至于无法发现宇宙中的曲率，导致我们认为宇宙是平坦的。就好像地球上的一只蚂蚁，它永远无法想象自己是生活在地球表面上的，正如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窥视宇宙的全貌。